孙子兵法地形篇，地形与军事策略。在古代的战争中，地形和战略选择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。这一章分析了6种主要的地形以及对应的战术，也强调了对地形的了解是达到胜利的基础。孙子说，地形有6种，分别是通、卦、支、隘、险、远。通行就是四通八达之地，我们可以过来，敌人也可以过来。在这种地形下，我们应该先占据有高度和朝向阳光的地方，把握好我们粮食的运输路线，这样打仗才对我们最有利。卦形就是比较凶险的地形，我们可以进去但不容易出来的地方。在这种地方，如果敌人没有防备，我们就要趁机打败他们，但如果敌人有准备，我们出兵打赢的概率很低，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就会很困难，这是不利的。支形就是敌我双方都很难出兵的地形，我方和敌方都不容易打赢。在这种地方，即使敌人用利益来引诱我们，我们也不要轻易出击，我们最好是带领部队假装离去，把他引出来一点，然后攻击敌人，这是最有利的。隘形就是狭窄的地方，在这种地方，如果我方先战，就要把部队布置满，然后等敌人过来。如果敌人先战呢，而且有重兵据守，那就不要去攻击他们。如果敌人没有重兵据守，那我们就要快速夺取。而险形就是易守难攻之地，在这种地方，如果我方先到，就要先占据有高度和朝向阳光的地方，静静地等待敌人。如果是敌人先到，那我们就要主动撤退，不要去攻击他们。远形就是敌我双方相距很远，在这种地方，如果我方和敌方实力相当，那就不要挑衅敌人，勉强打仗对我方不利。以上这6种都是地形的特点，这是我们作为将领的重大责任，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。军队失败有6种原因，分别是走、迟、陷、崩、乱、北。这6种情况并不是由天灾或者地变造成的，而是将领的失误。如果两边势均力敌，但是将领却用很少的兵力去攻击大量的敌人，就会被打败，这种就叫走。如果是士兵很勇猛，而将领却很软弱，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失败了，那就叫做迟。而如果是将领很能干，而士兵却很怯懦，因为这种原因而失败了，那就叫做陷。如果是部下不服从命令，遇到敌人擅自出战，将领管不了部下了，掌握不了他的能力，因为这种原因而失败的，那就叫做崩。如果是因为将领没有威信和能力而不能统一指挥而失败的，那就叫做乱。如果是将领不能正确判断敌情，而用少打多或者弱打强而失败了，那就叫做北。这6种情况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。作为将领的重大责任，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。而地形是用兵的帮助条件，正确判断敌情，制定胜利的计划，研究地形的好坏，计算路程的长短，这些都是将帅的职责。了解这些之后再去战斗的人一定能赢。所以如果我们根据战场的情况而确定可以赢，那就算国军说不要打，我们也可以坚持打。如果我们根据战场的情况确定了赢的概率很低，那就算国军要求打，我们也可以拒绝打。作为将领，我们不要因为贪图战功而冒险，也不要怕负责而逃避，只要保护国家和军队的安全，符合国军的利益，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。对待士兵就要像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那么士兵就会跟随将帅而不怕死。对待士兵就像爱自己的孩子，那么士兵就可以与将帅同生共死。但是对士兵如果过分宠爱而不能指使他们，一味溺爱而不能命令他们，违反了规则也不能处罚他们，这样的军队就如同被宠坏的孩子一样，也是不能用来打仗的。只知道自己的士兵能打，而不知道敌人不能打，赢的可能性只有一半。只知道敌人能打，而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士兵不能打，那么我们赢的可能性也只有一半。如果是我们知道敌人能打，也知道我们自己能打，但是却不知道地形不适合打，那我们赢的可能性也还是只有一半。所以真正懂得用兵的将帅，他做事会有目标而不迷失方向，
他会采取措施，变化多端而不固执。所以说，知道敌人和自己的情况，那我们就能百战百胜；知道天时，又知道地利，那么胜利就无穷无尽了。在这一章中，我们明白了地形在战略决定中的核心作用。成功的将领必须得懂得如何用地形来制定好战略，并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因素而做出调整。另外，这一章节也提醒了我们作为领导者，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持冷静和谨慎。在当下，这些古老的智慧仍然对我们具有很高的价值。这不仅适用于军事，还能被应用于商业、领导和决策等多个领域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学会根据情况而调整策略，我们要保护和利用资源，从而达到最优的结果。好，下一章火攻篇，他讲了火攻策略的运用和考虑。在这一章中，孙子提出了关键战略的思考和行动原则，主要讨论了5种火攻策略的应用，阐述了在适当的时机和情况之下对于火攻的运用，以及处理战争之中的情绪等议题。此外，孙子也强调了火攻的变化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变化，同时也比较了火与水在攻击中的作用和效果。孙子说，火攻有5种目标：第一是烧毁敌军的人马，2是烧敌军的粮食和草料，3是烧敌军的辎重，4是烧敌军的仓库，5是烧敌军的桥梁和船只。用火也要看时机，要看天气和月相。所谓看时机，指的是天气要干燥；所谓看天气和月相，指的是月亮运行到鸡、毕、羿、真4个星宿的位置。凡是月亮运行到这4个星宿的位置时，就是起风的日子。用火之后，要根据火势的变化，及时的派兵配合。如果是从敌军里面放火，就要及早派兵从外面来策应。如果火已经起来了，而敌军还保持镇静，那就要等一等，不要马上攻击。等火势最大的时候，看情况可以攻就攻，不可以攻就停。如果是从外面放火，那我们就不用等内应，只要时机和条件好了，就可以放火。用火要在上风的地方，而不要在下风的地方进攻。白天风刮久了，晚上风就会停。军队要会用5种火攻的方法，我们要等到条件好了再用火。用火可以帮助攻击明显的容易赢，用水也可以帮助攻击，攻势也可以加强。水可以让敌军断了联络，但不能烧掉敌军的东西。打了仗，占了地方、城池，但不能保住胜利，那是危险的，这就叫做废留。所以，聪明的国君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。厉害的将领必须处理好这个问题。只有是对国家有好处的才能打仗，只有是有赢的把握，我们才可以出兵。除非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，否则我们不要轻易开战。作为君主，他不可以因为一时的生气而打仗，将领也不可以因为一时的愤怒而对敌人发动进攻。只有对国家有好处了才做，因为生气了之后又可以重新变得开心，不高兴也可以变得高兴，而国家没了就不可以再有了，人死了也不能再活了。所以聪明的国君对打仗的问题一定要小心，好的将领对打仗的问题也一定要注意，这是让国家安全和保全军队的关键。总之，孙子的火攻策略主要涵盖了5种火攻方法的运用和变化。重要的是在进行火攻时，我们必须适应环境和情况，并且要适时的应对。同时，孙子在前面也强调了作为领导者在战争中的行为原则，比如说不应该因为愤怒或者情绪不稳而进行攻击。这些原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职场环境中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。激进的行动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利益，而真正的智慧在于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深思熟虑的决策。在任何的冲突或者困难面前，我们应该冷静理智，避免让情绪支配我们的行为。这也是孙子兵法对于我们现代人生哲学的重要启示。好，下一章是用剑篇，如何使用间谍。我会在这周加班加点的更新，订阅支持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让我们幸福喜悦吧，因为
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，实际上是一种幻象，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。可是呢，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，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。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，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，将自己交给了灵魂，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。我是谁？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？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，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。